疼，太疼了！有人咬住了我后颈的腺体，他的犬牙刺破了我的皮肤，信息素源源不断的注入进来，高强度的冲刷着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好痛！不要！我胡乱的呼痛，感觉自己在剧烈颤抖，而且双腿发软，身体止不住的往下滑。是那个咬住我腺体的男人抱住了我。别动！他的声音也似隐忍了极多，低沉阴哑。别动！石总，信息素的激荡下，我几乎要哭出声了。我好难受，我是 Alpha 啊，我的腺体怎么会被人这样咬住？他要标记我吗？他怎么可以标记一个 Alpha？ 真的好疼！他的信息素也太浓烈，太强大了，有如实质的压制着我，我完全无法反抗，只能承受着，感觉生理性的泪水一直往外涌出。浓郁的薄荷味和檀木香纠缠在一起，深深的刺激着我的嗅觉。我失神的望着斜上方的灯，在疼痛和难言的燥热中，思绪时而清晰，时而混乱。这里是机场的洗手间，这个咬开我腺体的男人是我的老板石家勋。半个小时前，我们在机场的 VIP 室等待起飞。本来一切都很平静，但忽然密闭的 VIP 室内一个等级较高的 Omega 意外发情，信息素失控大爆发，引发了一场小骚乱。我是 Alpha， 石家勋也是 Alpha， 但我只是个 D 级，受影响的程度大得多。那时我颤抖着攥紧了石家勋的袖子，说：石总，我感觉不太好。石家勋立刻给我戴上了一个可以稍微过滤信息素的口罩，然后自己也戴上了一个，说：我去给你买抑制剂。我趁乱把自己关进了一个洗手间的隔间里面，等到石家勋买完抑制剂回来，一针推进去，我身体里的燥热却丝毫未减。这很奇怪，但我没精力多想，对石家勋说：好像没什么作用。石总，你没受太大影响的话，就先去赶飞机吧。我给医院打电话，信息素等级高的人能够更加自如的控制信息素。石家勋的状况显然比我好很多，一个抑制贴加一个过滤口罩就能让他风度依旧。没关系，不着急回去。石家勋说：我陪你等。Alpha 的信息素是相互排斥的，石家勋把我留在了隔间里，自己在外面的洗手台点了支烟。我一直在熬那股被 Omega 的信息素勾引起来的情热，却在某一个瞬间忽然感觉到洗手间内的檀木香味成百上千倍的浓郁了起来，把我身上散发的薄荷味完全挤占，几乎到了呛人的地步。紧接着，石家勋推开隔间的门闯了进来，看见他那双一向波澜不惊的眼睛里似有火烧，我下意识的往里缩了一下。石总，抱歉，我好像有点……石家勋看上去很痛苦，甚至没能把话说完，就猛地将我拉过去，把我紧紧的箍进了他的怀里。他的第一个动作是把鼻子埋进我的颈窝里，深嗅了几次，然后就有点粗暴的拽开了我的衬衫领口，拇指重重的在我后颈的腺体上摩拳了几下。伴随着我的颤抖，他张口含住了我的腺体，一会儿过后，犬齿就刺了进来。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么恐怖的信息素强度，加上腺体的疼痛，眼里不自觉的涌出眼泪。把我带出隔间之后，石家勋向后靠着洗手台，一只手圈住我的腰，一只手按着我的头，我浑身无力，几乎是完全倚在了他的身上。透过洗手台前的镜子，我看见自己的西装外套半掉不掉的挂在我臂弯处，衬衫拉开到几乎露出半个肩膀。而石家勋，我那禁欲系的老板，他高大的身躯几乎把我整个覆盖住，正贪婪的埋头汲取着我的信息素。这实在有点，我不敢多看。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没有排斥他那同为 Alpha 的信息素，反而想要他给我更多，不自觉的贴紧了他。他的嘴唇离开了我的腺体，没有预兆的朝我吻了过来。我睁大眼睛，腿软的几乎跪下去，是他抱着我转了个身，把我放到了洗手台上，继续凶狠的吻我。石家勋的信息素再次暴涨，我的感官一片混乱，隐约听见外面有人跑了过来。我靠，这是谁啊？这也太呛了！快，再这样下去，整个机场都要暴乱了！我在快要把我溺死的檀木香中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我以为我在医院，但是穿着白大褂，脸上挂着特制口罩的人却告诉我，这里是信息素研究所。石家勋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老板。哦，研究员风轻云淡地说，现在就是告知你一声，你的老板分化成 Enigma 了，你们两个要在这里隔离一段时间。还有就是，当时他的信息速散的大半个机场都是，机场因为你们陷入很大的混乱，航班大面积延误。之后，你要是在什么软件上刷到这条新闻，不要太惊讶，我试图理解。我呆滞，我大惊。Enigma， 石总二次分化成 Enigma 是超越 ABO 性别的存在，信息素极其强大，甚至可以标记 Alpha， 让 Alpha 成为自己的专属 Omega， 绝对的食物链顶端。但是它们的数量非常稀少，据说近10年里，每个城市记录在案的 Enigma 都不超过10个。所以当时抑制剂不起作用，是因为受到了快要分化的 Enigma 的信息素的影响吗？我喃喃问了一句。研究员说有这个可能，并说道，石先生现在暂时被隔离起来了，他还在分化中，信息素强度高，而且极其不稳定，所以有一件事，我们需要征求你的意见。我问，什么？研究员说，因为石先生在分化之初就临时标记了你，现在处于一种类 Alpha 易感期的状态里，如果你愿意陪他度过这段时间，能让他的信息素水平比较快速的平稳下来，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我迟疑着问，陪他度过是指？研究员公事公办地说，就是你想的那样。哦，那就是像 Omega 和 Alpha 结合那样了。如果我不愿意呢？不愿意。研究员像是没预料到这个问题，顿了顿，才说，那我们应该会对他采取些强制手段了，毕竟处于信息素紊乱状态下的 Enigma 很难控制，强制手段吗？我的手指不自觉地蜷缩了一下，说，我考虑看看吧。夜里，我辗转反侧，想了又想，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妥当。石总是非常公私分明的人，而且还是我的顶头上司，突发情况咬一口可以理解，但帮助他度过分化期，这种程度的亲密应该多多少少会让我们的相处变得尴尬。入睡前，我觉得我已经坚定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研究员问我是不是考虑好了，我本想直接拒绝，可不知怎的，那话都到嘴边了，话锋愣是一转，可以让我先去看一看石总吗？我真是不该看。石家勋被隔离在顶楼隔离区的一个房间里，打开厚重的铁门之后，里面还有一道栅栏，像监狱一样。看见他脸上戴了个十分笨重的金属制止咬器，右手被不长不短的铁链铐着，整个人蜷缩在床上睡觉的模样，我愤怒了。你们怎么能这样对他？这可是石家勋，科技行业最耀眼的新星，众人交口称赞的天才，永远风度翩翩，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的石家勋，他怎么能像个犯人一样被锁在这里？我们也不想这样。研究员耸了耸肩，但处于分化期的 Enigma 是很危险的，他们对信息素的强烈渴求会让他们具有很强的攻击性。现在要不是镇静剂让他睡着，你大概率会碰见他发狂的样子。我不禁握住了面前的铁栏杆，片刻后用力咬了咬自己的嘴唇，说，好吧，他的分化期我陪他过。研究所那间与外界绝对隔绝的隔离房间里，石家勋的 Enigma 分化热如潮汐般退去又上冲，整个过程断断续续持续了10天。10天后，我带着被咬得乱七八糟的腺体和浑身的痕迹率先离开，回到自己的家里，又狠狠睡了3天，才勉强恢复了精神。去到公司上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石家勋2次分化成了 Enigma， 不仅因为信息素的改变，还因为 Enigma 分化的第1年，为防止信息素的异常波动引发骚乱，他们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止咬器和强效抑制环，直至能够十分自如地控制自己强大的信息素。至于我，大家只知道我因为当时和石家勋在一起，所以被一起隔离了一阵子，其他的并不清楚。办公室内，我见到了石家勋。与研究所里特制的止咬器不同，供 Enigma 日常使用的止咬器虽也是金属制，但款式轻便许多，由它附着石家勋的下半张脸，冷冽中透出一种别样的质感。也因此，石家勋那双漂亮的眼睛显得更有存在感了。他抬眸望过来的时候，我晃了晃神，眼前骤然闪过那双眼睛被欲望烧得通红的模样。沈助理，上次在机场，我很抱歉。石家勋低沉的嗓音让我及时回神，我赶紧说，没关系的，石总，
事发突然吗？谁也预料不到的。石家勋，你还好吗？身体受到的影响大不大？还好，没太大影响。我心虚的挪开了视线。其实腺体上的伤口到现在都还会疼，身上的淤青也都没有完全消退，但我绝不会告诉他，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是我陪他度过的分化期。离开研究所之前，我从研究员口中得知 Enigma 在初次分化时，由于信息素对身体和意识的控制太绝对，分化完成后多半会对那期间发生的事情感到很模糊，就像人在起床后对梦境的记忆差不多，有些甚至可能一点印象都没有。就是知会你一声，免得到时候造成什么误解。你放心，分化期的事情我们会告诉他的。当时研究员这么说。我本来还有点后悔不该恻隐之心大动，想着后面该怎么跟石总解释自己绝不是出于私人情感。一听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心立刻放下一大半，忙问研究员可不可以帮忙隐瞒。一开始研究员并不同意，还说如果我和 Enigma 能因此缔结长期的标记关系，会非常利于 Enigma 的信息素稳定以及减少麻烦。不然他以后就得定期到研究所抽取很容易在身体里堆积起来的信息素了。不了，我闻言赶紧摆手，就算是老板帮到这里也差不多了，再帮就真的不礼貌了。开玩笑，和石家勋缔结长期的标记关系，那不就是给老板做床伴吗？我答应才是疯了吧。午休时间，我趁着办公室大家都在休息，溜进洗手间里给腺体上的伤口换药。还好有衬衣和西装的领子挡着，再加上我又特意捡了块比较小的纱布，这个伤口才一直没有被发现。站在镜子面前，我松了领带，解开几颗纽扣，拉开衣领，轻轻把胶带撕开。沈助理，身后转过来的声音让我正准备涂药的手一抖。石家勋大步走到我面前，一下子拨开我的后领，让我腺体处的伤口彻底暴露在了他的视线里。怎么回事？他的声音沉沉的。妖瘦了，他午睡不是一般要闹钟狂闹才会醒吗？我才要问怎么回事吧。我干笑一声，石总，你没午睡啊？刚醒，石家勋脸上不自然的表情一闪而逝。你这伤口是上次机场的时候我咬的吗？说到最后几个字的时候，他明显放低了声音。不是啊，我下意识的否认，说完才发现这种地方的伤口似乎也不太好从其他地方找补。谈恋爱了吗？石家勋忽然悠悠地道，看来是个很特别的 Omega。 我意识到他的眼神落在了我敞开的领口，锁骨的位置，那里能很明显看见未完全消退的吻痕。我赶紧伸手把衣领拢了拢，没有，我哪有时间谈恋爱？这个情况下明明让对方误会自己有伴侣是更好的选择，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也没想就否认了。只是EEK 意外。石家勋立刻一脸了解了的表情，看来为我工作让沈助理压力很大。我哈哈干笑，老板说这样的话怎么能接呢？不过还是要注意身体。石家勋说着走到旁边的洗手台，卸下止咬器洗了把脸。看见我以一个很别扭的姿势扭身给后颈的伤口涂药，他把手擦干，接过了我手上的棉签。我来吧。沾满药水的棉签微凉，擦过后颈仍在胀痛的伤口时，我忍不住瑟缩了一下。我轻点。石家勋放轻了动作，竟还微微俯身凑近过来，一边涂药一边对着伤口轻轻吹气。那是我的腺体，是我浑身上下最敏感的地方，属于 Enigma 的气息拂过，让我扶在洗手台边缘的手猛地收紧，连呼吸都微微急促了。不行，和 Enigma 结成了深度的临时标记之后，居然这么容易对他的靠近产生反应。我立刻转过了身，对他说，可以了，剩下的事情我自己来吧。石家勋似乎对我过激的反应有点惊讶，但很快眼神就往旁边飘了飘，并且拿起洗手台上的止咬器重新戴上。抱歉，还没习惯自己已经分化成 Enigma 了。石家勋离开后，我重新看向镜子，这才意识到刚才他的眼神为什么会飘。我的耳根连同脖子泛起了一大片潮红的颜色，我眼前一黑。保持距离，以后绝对要和石总保持距离。完了，我没办法和石家勋保持距离，我需要他的信息素，我疯狂需要他的信息素。研究员在电话里困惑道，我没有和你说过吗？
这是很正常的呀。Enigma 的信息素是很 bug 的，他们临时标记的生效期比 Alpha 长很多，更何况你们这标记的还比较深度，即使气味消散了，影响也还会存在。只要临时标记没有失效，你就会需要它的信息素安抚啊！没说过，完全没说过，都怪我当时生怕石家勋清醒走得太急，只问他要了个能迅速发散气味的药剂就跑了，什么注意事项都没有来得及听。问题不大啦，研究员说：一，你和他进行亲密结合；二，你身上带点沾染了他信息素的物件，比如衣服啊、毯子啊，你能想到的和他比较贴身的东西都可以。这问题不大吗？问题很大好不好？老板的贴身物件总不会要我去偷吧？这难道不会很像变态吗？我像条快渴死的鱼一样瘫在床上，就没点什么药啊？抑制剂之类的东西可以用吗？暂时没有的欧青。研究员说话的口吻一瞬间像极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客服。Enigma 也是最近几十年因为某种基因的突变才出现的新性别，咱们连他们的分化机制都还没有弄清楚，各方面的研究还没跟上呢。天助我也，石家勋正好准备整理衣帽间，需要处理一批旧衣物，我是他的私人助理，这份工作自然而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为他工作的这些年，我从无二心，一丝一毫的小便宜都没有占过。这次偷偷摸摸扣了他的几套家居服，我实在很心虚，很羞耻，一连几个晚上都做同一个梦。梦里，石家勋把我抵在墙上，挑起我的下巴，脸上的笑容堪称邪魅狂狷，想要我的信息素。求我呀，求我，我什么都给你。我拼命摇头，流泪，哽咽，套色发抖。石总，对不起，我不要了，我再也不要了，求你不要开除我。石家勋呵的一声撕开我的衬衫。小助理嘴上说着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嘛。然后伴随着我的尖叫和石家勋的桀桀怪笑，我猛地惊醒。醒来后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石家勋的衣服，更是哀叫一声，捂了捂自己发烫的脸，忙不迭冲进浴室去洗冷水澡。巧的是，最近石家勋似乎也睡得不怎样。这天临时有个行业峰会需要出席，早晨我照例提前去到他家里喊他起床，并给他准备早餐和出席活动要穿的西装。见石家勋频频打呵欠，我便在给他打领带的时候随口问了一句：石总，最近没有休息好吗？黑眼圈越来越明显了。是有一点。石家勋半睁着眼看着面前的镜子，最近总是做梦，睡不安稳。噩梦吗？也不是。石家勋忽然垂下视线朝我看来，因为打领带的关系，我的视线一直在他的脖颈处逡巡，很清晰的看见他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我莫名的紧张了，赶紧加快动作，使劲把领结拉紧。谁知道其实我也没有特别用力，他竟顺着我的力道被我拽了过来。我下意识后退，后背抵上了镜子，而他没有远离，反而用手撑在我身侧，歪了歪头，又拉近一些和我的距离。沈助理，我一直想问，你用的什么香水？好香。石家勋的眼神变得有点危险，要不是有只咬器隔着，我简直怀疑他要咬上来。没有啊，我不用香水。我故作镇定的眨眨眼，是我的信息素吧？石家勋想了想，似乎不太一样，我也说不清楚。我说，那也许是我用的沐浴露吧，如果你喜欢的话，我下次可以给你换。石家勋又使劲嗅了两下，只是碍于只咬器的阻隔，始终不能凑得太近。我敬业的提醒他，石总，该出发了。他少见的露出点烦躁情绪，啧了一声，明天就给我换吧。我一愣，什么沐浴露？他说完特别强调，你用的沐浴露。一整天石家勋的情绪似乎都不算太高，虽然在工作状态中完全看不出端倪，与人寒暄闲谈都保持了良好的风度，但我发现有几次他忍不住背着人扯领带，扯完再自己系紧，这绝对是有点烦的。午休时间，我们回到酒店休息。主办方给我和石家勋订的是个套房。进门后，石家勋坐进沙发里，彻底解下领带，丢到了一旁。我为他倒了杯热水，弯腰放在面前的茶几上。正要起身时，石家勋忽然捉住了我的手腕。沈助理，他认真的看着我，我有个请求，
我不明所以。我是他的助理，为他办事是很正常的，怎么突然这么正式？好啊，要我做什么？可以让我凑近闻一闻你身上的味道吗？石家勋用他低沉、磁性、听不出任何侠逆意味的声音，说出了令我内心翻江倒海的一句话。我努力维持淡定的表情，又听石家勋解释道：自从分化成 Enigma 之后，我的嗅觉好像灵敏了很多。今天会场人太多了，信息素的味道很杂，让我的鼻子很难受。但是沈助理，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石家勋自己似乎也有些困惑，我却反而明了一些。其实我的味道根本没有变过，早上说的什么沐浴露，完全是扯淡。什么沐浴露的香味能盖过信息素？石家勋忽然变得很喜欢我身上的味道，大概率也是临时标记的缘故吧。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应该是我的薄荷味闻起来比较清新吧。我给了个听起来比较合理的解释，然后拒绝。不过石总，我们现在一也有别，不太合适。石家勋的语气有一点点失望，带着直咬气也不可以吗？我不动摇也不太好。要不我给你买一瓶薄荷精油。石家勋按了按自己的太阳穴，好吧，死马当活马医，无论什么马，自然是没有异常。石家勋还是很焦躁，出于身体本能，下午一直紧跟在我身边，就连我要去洗手间，他也能自然而然地说一起去吧。从他的表情一点看不出他是有意在围着我转，然而事实就是他在围着我转。几天以前，石家勋本来要去信息素研究员那里抽取身体里堆积的信息素，但是由于工作上的事情实在排不开，他便让我把时间延后几天，安排在这次出差结束之后。原本以为1星期左右的拖延不会影响太大，现在看来果然还是不能有侥幸心理。研究员说的对， Enigma 没有长期伴侣的话，确实在各方面都会比较麻烦。我忍不住向石家勋提了提这个问题。石家勋听后一挑眉，你是在劝我谈恋爱吗？我说也不是不能考虑的。石家勋似乎有点不高兴，用一句我暂时对这件事没兴趣结束了对话。到了第3天，会议圆满结束。主办方原本安排了露天冷餐会供众人在会后交流放松，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不得不宣布这次活动提前结束。石家勋不喜欢应酬，婉拒了几个老总共进晚餐的邀请，和我回到了酒店套房。不知怎么，这一整天我都感觉身体有些酸软和乏力。和石家勋一起吃过酒店叫的简餐之后，就回了自己的房间休息。洗澡的时候，我忽然听见窗外滚过一道惊雷，巨大的轰隆声后，房间里的灯光骤然熄灭，我的视野陷入一片黑暗。我慌乱起来，连身上的水都没有来得及擦干，就胡乱的套上衣裤，跌跌撞撞的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没有想到石家勋就在门口，我和他撞了个满怀。沈助理，你还好吗？我对这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极度恐惧，这一点作为和我朝夕相处了好几年的老板，石家勋十分清楚。曾有一次，我们两个在一起乘坐电梯时遇到了电梯故障，幽闭加黑暗 buff 叠满，我吓得缩进角落里，环抱住自己的双膝，止不住的发抖。是他在我身边坐下，轻拍着我的后背，让那段时间变得不那么难熬。这次也一样，石家勋没有推开我，而是抱住我。我紧紧攥着他的衣角，几乎把他的身体当作支点，亦步亦趋跟着他在沙发坐下。酒店经理打来电话，说检修电路还要一段时间。我无助的靠近石家勋，感觉每一秒都漫长的像一个世纪。沈助理，黑暗中，石家勋忽然喊了我一句，声音发紧，一杆七吗？我茫然，下一秒就因为他的提醒，闻见了空气里浓郁到辛辣的薄荷味。完了，完了，完了！我的大脑瞬间就跟中病毒了一样，满屏都是大写加粗的这2个字。这哪是什么一杆七？酸软、乏力，这是快要进入发情期的症状。我一个 alpha 因为被 Enigma 临时标记，出现了和 Omega 一样的发情热。这下我都顾不得怕黑，立刻和石家勋拉开距离，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可能是吧，那我还是一个人待着比较好。我的步子又急又乱，没2步就被茶几绊住，又踉跄着跌回了沙发，不对，是跌坐在了石家勋的腿上。
石家勋立刻环住了我的腰，不肯再让我站起来。你慌什么？大概停电来得太突然，石家勋也并没有来得及佩戴止咬器。此刻，他的下巴轻轻搁在我的肩膀上，没了止咬器的阻隔，嘴唇几乎贴着我的腺体，似乎咽了口唾沫。沈助理，你是不是骗我？哪有 Alpha 的一杆七会让 Enigma 失去理智的？下一秒，我就感觉自己的腺体被他的拇指重重的摩拳了一下，我浑身跟过了电一样，立刻瘫软在他身上。你不是没有按时去研究所抽取信息素吗？所以信息素比较容易失控，我胡乱的找理由，尽量不让自己的声线颤抖。是这个原因吗？说到底，大家对 Enigma 的了解都不够深入，所以石家勋即使怀疑，也怀疑不出个所以然来。况且我说的并非全错，他现在就是处于信息素的涨潮期。真麻烦，石家勋低声抱怨了一句。在他说话时，我感到温热的气息一阵阵拂过我的腺体，浓到深处的檀木香味也在命令我为他臣服。我简直有点想哭了，明天回去就去研究院吧，今晚可以先买些 Alpha 强效抑制剂勉强撑一撑。石家勋不满，没有别的选择吗？我没有啊，我的腺体大概是肿胀起来了，才让石家勋用手指捏住了它。力道很轻，但刺激很大，让我忍不住叫出了声。沈助理，我忍得很难受，求你帮帮我，我想拒绝的，可身体本能令我开不了口。石家勋等不到我的回答，便轻轻扳过我的脸，吻住了我的嘴唇。黑暗中视野是消失的，但其他的感官是被无限放大的。我的耳边全是他性感的喘息，还有两人衣服摩擦产生的轻微响动。我感觉到他微凉的手摸上了我的后腰，滑向了我的后背，如一条小蛇在我的皮肤上蜿蜒爬行。哪里还会有理智可言？我才需要他，我才渴求他，我才要哀求他。他是石家勋，他是天之骄子，无论走到哪里，他永远是所有人视线的焦点。如果不是那次意外的二次分化，我怎么能得到他的吻？怎么能让他为我失去理智？因为这个人是石家勋，所以我注定会放弃抵抗，就像我注定会走进那个隔离的房间，陪他度过漫长的分化。我推开了石家勋，他大概以为我要离开，急急的按住我的腰，可我只是变换了个姿势，分开双腿，跨坐在了他身上。在吻上来的时候，石家勋明显凶狠了些，我的舌根被他推挤的发痛，既想逃开，又舍不得他的热情。信息素的交融与激烈的亲吻中，我完全沉溺了，以至于灯亮起来的时候，我有种美梦惊醒的不爽。正在埋头舔舐我的腺体，并试图把我的上衣拽掉的石家勋也吓了一跳。他看过来，一张俊美无传的脸，一双玉色迷蒙的眼，狠狠地冲击了我的视线。来电了！石家勋忽然拖着我把我抱了起来。那进房间吧！我赶紧用腿勾住他的腰。被压进柔软的床垫里时，我闭着眼睛，在等待时，家勋俯身过来，重新吻上我。可是这个时候，石家勋却忽然有些惊讶的问我：“沈助理，你穿的是我的衣服吗？”该死，我忘记了，我完全忘记了。这些天我不穿着沾染他信息素的衣服，根本无法入睡，所以纠结了很久，还是在整理出差的行李时，丢了2件他的家居服进行李箱里。我当时想的是，就算一起住酒店，老板也不可能没事闯进我的房间里，只是睡觉穿一穿，应该不会被发现。谁知道会出现这种停电，这种令我方寸大乱的状况。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脸上涌。天哪，我偷了老板的衣服当睡衣，而且被老板抓个正着。我在他眼里该多像一个变态啊！我疯狂地想，我该怎样解释这个行为，才能让这套睡衣的存在显得不那么怪异。可我的大脑好像坏掉了，像链条脱钩的机器，任齿轮疯狂转动，却也只是徒劳的空转。我只是需要你的信息素。最终，在当变态和说半截实话之间，我选择了后者。上次在机场，因为你咬过我的腺体，所以我需要你的信息素。我难堪的闭了闭眼。石总，对不起。石家勋轻笑一声，指腹轻轻擦过我的眼角。这有什么好哭的？你告诉我就好了。难道我会不帮你吗？我这才意识到，我竟然难堪的憋出了眼泪。
我咬着唇摇了摇头。我们只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我怎么可能对老板提出这么有暗示意味的请求？我的沈助理啊，石家勋叹息似的俯身下来吻我，你太能藏了，害我以为我自己是个最后2个字被亲吻吞去，我听得不是很清楚，但我也没有余力去探究了。不过片刻，我就在 Enigma 爆炸般的信息素中没了羞耻心和骨气，身体软成一滩水。濒临失控的时刻，石家勋忽然停下来，好像主人对待奴隶般，居高临下的看着我问：沈助理，喜欢我的睡衣吗？我狠狠咬住唇，不说话。石家勋，我声如蚊蝇，还喜欢我的什么？我难堪的转过头去，不肯看他，他又捏着我的下巴，强硬的把我的头扳回去。告诉我，沈助理，还喜欢我的什么？信息素，他的气场太强大，又在其他地方折磨着我，我只能带着哭腔说，喜欢你的信息素。还有呢？喜欢你的眼睛，你的嘴巴，你的手，你的一切。我的石总，你肯定不会知道，我都是如何仰望你。我说不下去了，每说一个字，我就感觉自己在他面前脱掉了一件衣服，羞耻感达到巅峰。乖，我的信息素全都给你。石家勋奖励我一个吻，也奖励我源源不断的信息素。我从干渴变到充盈，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每一滴血液都好像融进了他的味道。该庆幸的是他没有理智断线，再次给我临时标记，因为我已无法承受更多。我有自知之明，无论我和石家勋之间发生了什么，最终我都要退回助理的位置。毕竟一切都是信息素惹的祸。第二天，我特意起得比石家勋早一点，回到自己房间，把一切收拾妥当之后，才像往常一样去到他的房间里，拉开窗帘，喊他起床，提醒他航班时间。石家勋看见我已是一身正装，哑声问道：怎么不多睡一会儿？我说：工作还是要做的，石总。石家勋愣了愣，昨天晚上只是意外，我明白的，石总，我会当作没有发生。石家勋皱起了眉，片刻后冷笑一声：沈寒童，你意外挺多的。我反应了一会儿，才意识到他这句话有点嘲讽的意思。之前在公司洗手间给伤口换药时，我也跟他说了，那是意外。我没有说什么。你和多少 Omega 上过床？石家勋突然问道。我抿了抿唇，说不知道。那就是很多了。也没有，其实我从不跟人搞一夜情。以前当过下面那个吗？没。滋味如何？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顿了顿，告诉他，石总，今天我们的航班挺早的，还是不要拖延了。石家勋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起床气。此刻他显然不高兴到了极点，动作很大的掀开被子，阴沉着脸走进了浴室。我则开始帮他收拾行李。在检查和整理桌面的时候，我不小心把他的钢笔碰到了地上，钢笔没盖笔帽，顺着地面一直滚进了床底下。没有办法，我只好脱掉外套，把领带往衣襟里随意一塞，跪在地面，整个上半身匍匐下去，伸长手臂去探。忽然我感到似乎有人轻轻的踢了踢我的屁股，转头看去，已经洗好澡的石家勋站在我身后，头发微湿，眉毛和睫毛都沾着些水珠，脸上的表情很淡，正低垂着眼睛看我。我疑心刚才是我的错觉，迟疑着问了一句：石总，怎么了？这个时候石家勋抬起了他的一只脚，脚尖顺着我的臀部往下，很轻很缓慢的滑了到弧线。不是错觉，我的脸一下子爆红。沈助理，你的确有风流的资本。淡淡的说完这句，石家勋转身离开。老板好像生气了，又好像没有。我拿不准。自从应聘成为他的助理，除了刚开始彼此都不太了解的磨合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石家勋一共有过5个助理，其中有2个是试用期都没有通过就被辞退了，还有2个任职期都不满1年，只有我跟在他身边已经快要接近5年。公司里曾有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告诉我，在我入职的时候，很多人都打赌说这个肯定也待不长，原因是我看起来不太经得起事。也对，
那个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完全是一张白纸，再加上石家勋是众所周知对工作要求比较高的人，大家觉得我一个青瓜蛋子坚持不了也是正常的。可我偏偏坚持下来了，甚至到了后来，连石家勋自己都说过，沈助理，你比我自己还要了解我。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是石总的命定之人，但我自己知道，所谓的了解不过是浮于细致观察和耐心记录之上的表征。初入职时，我的手机备忘录里全都是石家勋个人的观察记录，从生活习惯到工作习惯，方方面面不一而足。我确实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我在面对他的时候，忽然又有了那种忐忑迷茫的感觉，而且之后的一阵子，这种感觉常常萦绕。在工作上，石家勋是个绝对严谨、绝对负责的人，这一点他并没有变。但工作之余，也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对我的态度似乎疏远了一些。以前在闲暇时，我们之间总会有些与工作无关的、漫无目的的闲谈。如今他不冷不热，搞得我也不敢擅自开口，扯东扯西，只能任由氛围逐渐滑向尴尬的深渊。这天石家勋从早上开始就表现得有点烦躁，就连开早会的时候都十分少见的看着我走了神。有好几次我进办公室给他送咖啡或者文件的时候，都发现他皱起眉头盯着我看，目光上下巡视，一副想要说些什么的样子。想到他之前说的嗅觉敏锐，在下午的休息间隙，我小心翼翼的问他，石总，是不是大家来来往往留下的气味太杂了？需要我找人在这一层加装一套空气净化系统吗？他正仰躺在办公椅上闭目养神，闻言轻轻嗯了一声。我得到他的肯定，正打算离开办公室，他忽然睁了眼，一副忍无可忍的表情道，沈助理，你昨天究竟跟人鬼混到几点？我以为他发现了我连连打呵欠的事情，忙道歉，抱歉石总，我以后会注意的。上次挑刺，反正认错就完了，找再多的理由都没有用。没想到这反而让石家勋更生气了，你就那么需要发泄吗？就连工作日也忍不住。我这才意识到，他又双齿误会我跟人一夜风流了。你知不知道你身上的衣服完全不合身？你是希望全天下都知道你昨晚没回家吗？我完全不是他想的那样。昨晚我的好朋友失恋，找我去他家陪他喝酒，结果两个人都喝得烂醉。今早醒来，我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皱得不成样子，根本没办法穿来上班，想要回家换一套，时间上又来不及，只好借了一套他的西装。我朋友是 Beta， 身形各方面都不如我这个 Alpha 高大，所以他的衣服穿在我身上确实略显紧绷。但不仔细看的话真的还好，除了石家勋也没见别人问我衣服的事。还是那句话，老板生气认错就好。对不起，我以后肯定不会让私事影响工作。我低下头再次诚恳道歉。石家勋这次没有再发难，只是冷声说了一句，沈助理，希望你对待工作部任何事情都能够再负责任一些。不是吧，你居然舍得让他走？有什么舍不得的，再招一个助理就好了。石家勋的办公室内，公司的李副总和石家勋似乎正在闲聊。我抱着文件站在虚掩的办公门外，听见石家勋说再招一个助理，感觉大脑嗡的一声，收回了正打算敲门的手。李副总笑着问，你要求那么高，怕是很难再有人能入你法眼了吧？石家勋诞生，多试几个就好了，总有能胜任的。李副总说，你这小沈啊，不说工作能力，就那副模样，放在身边也养眼啊，以后在公司看不见他了，想想还怪遗憾的。你再说，石家勋的语调明显冷了。李副总哈哈一笑，我对 Alpha 又不行，我单纯欣赏。沈助，电话。这时我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有同事经过提醒了一句，我赶紧转身离开。这天我直到下班都在想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只有那一个原因。我说过的，石家勋是特别公私分明的人，和自己的助理发生了关系，不管是因为性激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按照他的性格应该都不会容忍。仔细回想起来，他对我的态度确实也是停电那一夜之后
开始微妙的改变的。之所以还拖了一阵子才下定决心，大概也是顾及了这些年相处的情分吧。好吧，如果是这样，我只能认了。毕竟一切的由头都在我自己。当初要不是我昏了头，决定帮老板度过他的2次分化，后来那些信息素上的失控根本不会发生。是我未经他的同意先越了界，越界的后果我理应承担，没关系啊，就只是份工作而已。凭借我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再找份更好的工作，难道会很难吗？这些年又不是没有人想过要撵我，是我对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有感情，没有答应而已。但人总是要往更高处走的吧？这说不定是上天给我的机会，让我可以在休息之后更好的出发。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断安慰自己，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会失业的。我安慰着自己，喝下了今晚的第不知道多少杯酒。石家勋，王八蛋，提上裤子不认人，万恶的资本家，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人性的扭曲，道德的沦丧。我又没有在工作上出现什么重大失误，N+1的赔偿1毛钱都不能少。还有年假，老子给你工作了这么多年，1次年假都没有休过，我他妈的也太亏了吧！不行，这假我得休回来。第2天一早，我给石家勋发了消息，说我家里有急事要处理，希望他能给我准个超长年假。正好快过年了，这个假我直接请到了年后。石家勋关心了一句，我说私事，不太方便透露。他隔了好半天回我，好，你跟人事那边说一声，假条回来再补，还算有点基本良知。请假的理由是胡产的，但这家我是真回了。反正过年也要回家，既然有假，早一点陪陪爸妈也好。第1天，爸妈热情的欢迎了我。第3天，爸妈嫌弃我起得太晚，动得太少。第5天，爸妈开始张罗相亲。这什么丝滑小连招？我一边跟他们打太极，一边抱着电脑改简历。把简历上传到招聘网站，屏蔽了现在所在的公司之后，顺手把求职状态改成了待业中。年底肯定不是招聘季，我也没有指望工作能够无缝衔接上，就只是随便看看。没想到在把简历上传之后的3天内，我就接到了好几个猎头的电话，询问我是否已经离职，职位意向和期望薪资。有一个关系还不错的学长更是直接在微信上询问我有没有兴趣加入他的公司。其实1年前他刚刚回国创业的时候就找过我，不过那个时候我没有换工作的想法，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这一次他也是不知道怎么得知了我正在求职的消息，所以就是重提，得知我有时间，还特意打了电话过来给我介绍他的公司情况。挂断电话之后，时间已经有点晚了，我没多想这些事情，正打算睡觉，石家勋的电话又打了过来。我挺惊讶的接了电话，问石总有事吗？石家勋的声音沉沉的，透过手机听筒敲击着我的耳膜，晚上跟谁打电话呢？打了这么久，我含糊道，一个朋友。石家勋，什么朋友？我说就是一个朋友。石家勋，男朋友还是女朋友？我都不是。石家勋，那是什么朋友呢？一个朋友。石家勋气笑了，问我道，你明天在家吧？我嗯了一声。石家勋说，那我明天再过来找你。我猛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你找我干嘛？顺路看看你，不知是不是错觉，我竟觉得他这话说的有点咬牙切齿。第2天，石家勋果然跨城市闪现，开着车到我家楼下。我赶紧下楼去找他，结果他从后备箱一下子拎了好几个高档礼盒出来，说要上去拜访一下我爸妈。我真的十分纳闷，没这个必要吧，石总，老板亲自上门，等会儿我爸妈还以为我在公司闯大祸了。那你就别说我是你老板。石家勋还是拎着东西敲开了我的家门。我爸妈都是信息素比较弱的，面对信息素绝对压制的 Enigma 显得微微局促。石家勋没有说自己是我的老板，我便也没提，只是介绍说是朋友出差，顺路过来看看我。我妈有点不信，拉着我偷偷问，
不是你男朋友吧？你应该没有做下面那个吧？后一个问题我直接无视了，我回答了前一个问题，不是。我妈拍拍胸口，松了口气，那就好，今晚我还叫了小林来吃饭呢。妈！我瞬间暴躁，我都说了我俩没戏，你叫他来干嘛呀？我妈口中的小林是我高中时做我前座的暗恋对象，叫林之乐 A 级 Mega， 肤白貌美，腰细腿长，当时我懵懂又纯情，只要他转头对我笑一笑，我能傻乐一整天。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这段暗恋我藏得挺好的，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我妈有一天突然和我聊起当年的事，告诉我其实老师早就看出来我喜欢他了，高三的时候还私下里联系过家长，让他们注意我的早恋动向。不过我妈觉得我成绩足够好，没太把这当回事，也就没有跟我提。前阵子也不知怎么，她和林之乐的妈妈在公园相亲角认识了。由于我和林之乐毕业多年，终身大事始终没有着落，于是他俩一拍即合，决定努力撮合我俩，成全我无疾而终的苦命暗恋。我说妈，这都多少年的老黄历了，哪还有什么苦命暗恋啊？我妈不以为意，说当年你都能看上，现在肯定也能了嘛。而且人家小林比高中时候好看多了，怎么说在咱们市也得是个市花的程度，你有什么可挑的？小林他妈都说了，他还记得你，挺愿意跟你相处的，还能叫来干嘛？你这么懒，我亲自给你创造机会呗。我妈看了眼石家勋，话锋一转，又怪我，你怎么也不说你有朋友会过来，搞得这下子两个人撞上了。我苍天啊，我怎么知道老板为什么非要上门慰问员工家属？我也是猝不及防好吧。林之乐按时赴约，饭桌上我爸妈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让石家勋多吃点，一会儿让林之乐当自己家别客气，并且还要达成他们撮合我和林之乐的目的，引导一些高中往事的回忆。小林，高中那会儿你和我们韩章关系很不错吧？我妈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夸张的说，老师都以为你们俩在谈恋爱呢。哈哈，老师哪是这么说的？真的吗？林之乐微微睁大了眼，看起来还当真了，有点不好意思地道，也没有了，不过关系是挺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韩章每天都能在上学的公交车上遇见，他还经常会给我带早餐。韩章，你还记得吗？我感觉石家勋的目光嗖一下朝我飞来。哈哈，我干笑一声，很想说不记得，但又觉得当众打人家的脸不好，只好含糊的说，好像是吧，我们比较顺路。那怎么顺路了？我妈恨我不解风情，无情的拆穿我们两家根本不是一个方向的，我看你小子根本是故意去坐那趟公交的吧。我说那时候你天天起那么早呢，感情不是热爱学习啊？少年时的傻事被老板听去，我真的大社死，在桌底下轻轻踢了踢我妈的腿，示意她不要乱接话。结果石家勋悠悠的转头看我，什么事？总之一顿饭真的吃得很煎熬。饭后我妈极力暗示我送林之乐回家，我知道一步妥协就要步步妥协，跟他明里暗里较劲半天，最后石家勋站了起来，礼貌道，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叔叔阿姨了，改天有空再来拜访。林之乐闻言也起身告辞。我妈把我推了出去，韩童，你送一送人家。石家勋立刻看过来，一起走。我开车送你们，造孽，我居然让老板给自己当了回司机。送林之乐回家的路上，我们并肩坐在后排，一直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石家勋偶尔抬眼从车内的后视镜里看我，我无一例外的跟他对上视线，感觉他心情实在谈不上太好。韩童，有几个提前回家的高中同学约着去酒吧玩，你一起去吗？林之乐忽然放下手机问我。我想了想，确实有些同学好多年没见了，便没有拒绝，说去看看吧。石家勋见缝插针的问，酒吧怎么走？我不好意思再麻烦他，说石总，你要不先回酒店吧，我们自己打车过去。没关系，石家勋说，我今天没什么事，你告诉我怎么走就好。林之乐在旁边，我也不想和他拉扯太多，探身到前面把他的手机拿过来，打开地图软件给他开了个导航。下车之后，林之乐问我，他真是你老板吗？这是路上闲聊的时候我如实告诉他的。我点头，
说：“是啊。”林之乐有点不可思议的样子。你竟然可以随便动老板的手机？我愣了一下，这很奇怪吗？石家勋的手机经常放在我这边，他有事忙不过来的时候，帮他接电话的人也经常是我。他好像从来不介意这些。我耸了耸肩，冲他笑笑。大概对我老板来说，手机也只是个工作工具吧，就像我一样，老板的工具人而已。好久没有来酒吧玩，和多年不见的同学喝了一排深水炸弹，我的情绪就有点亢奋。大家玩掷骰子、划拳，我都积极参与，几圈下来，人就开始犯晕。林之乐担忧的看着我，伸手在我面前晃了一下，问我：“沈寒章，你还好吧？”我把他的手按下来，说：“还好，没事。”你们在旁边干什么呢？这时有人走了过来，看见我的手还搭在林之乐的手背上，起哄说：“是不是谈恋爱啊？”我赶紧把手收了回来。但不知怎么，突然一下子就有很多人开始起哄，还有人笑着喊。我高中那会儿就看出来沈寒章喜欢林之乐。哇，那这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我们班这都第3对了吧？什么风水啊？这是？哈哈哈，这你得去问老班了，他是不是偷偷给大家牵过红线？林之乐被大家说的脸红了，说：“你们不要乱讲，我们不是，那就趁今天了。”在一起，在一起。酒精的加持下，所有人都肆无忌惮的闹了起来。亲一个，亲一个，在一起，亲一个。酒吧光怪陆离的色彩和众人的哄闹声中，林之乐忽然期待的看着我。韩童，他用漂亮丰盈的嘴唇吐出我的名字，我仿佛又闻见他身上属于 Omega 的甜香。我的大脑一片混沌，怔怔的看着他。他闭上了眼睛，慢慢的向我靠近。我还是有点没有反应过来，直到我们的嘴唇几乎贴在一起。我赶紧想要后退，这个时候突然有人从身后用力扯了我一下，我被那人的力道带着转了个身，嘴唇撞在一副冰冷的止咬器上，浓郁的檀木香味几乎让我立刻瘫软。突然出现的石家勋在众目睽睽之下用力勒住了我的腰。为什么不躲？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气死我？我盯着止咬器之上那双漂亮冷冽的眉眼，咽了口唾沫，竟不由自主的想要凑近他。石家勋把我的头按在他的肩膀上，抱歉，他喝醉了，我带他先走一步。与酒吧一门之隔的通道内，被酒精烧得浑身发热的我将石家勋抵在墙壁上，胡乱的扯掉他的止咬器，急不可耐的吻上了他。沈寒章，石家勋捏着我的下巴，把我推开。我迷茫的看着他，舔了舔自己的嘴唇。石家勋的眸色转身，突然将我们的位置调转，反将我的双手扣住，从我的身后压住了我。我的胳膊有点痛，忍不住挣扎了一下，轻哼了句：“疼。”疼就对了，石家勋冷冷的说：“就该让你疼死。”我被他说的有点委屈，又隐约有些兴奋，尤其是感受到他释放的信息素之后。石总，我错了。我听见自己软绵绵的声音。错了怎么办呢？错了就道歉。不对，石家勋又把我的手扣紧了一些，告诉我错了怎么办？错了。我的思绪完全凝滞，我不知道。石家勋冷哼一声，在我耳边一字一句的说：“错了就不准逃。”我醒在一个陌生的酒店房间，旁边没有人，可是浴室传来水声，应该是有人在洗澡。是石家勋吧？我坐起来揉了揉太阳穴，感觉身上四处都在酸疼。前一晚喝的太多了，情绪完全没有收敛住。石家勋把我折腾的够呛，我最后竟然趴在他身上哭了。我说：“石家勋，你王八蛋，你没有心。你把我的腺体咬成那样，我好疼，疼死了，全都是你咬的，全都是你的牙印，你自己看。你害我每天都要穿着你的衣服才睡得着，我觉得自己好像个变态。你还说我风流，我哪里风流了？我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都恨不得只围着你一个人转了，我哪有空搞一夜情？就这你还要辞退我，把我用完就丢掉，虽然说我肯定是不愁找工作了，你不要我，后头一堆人上赶着挖我，我一点都呜呜。石总，我是你最好的助理吧？我那么好，你怎么能对我那么狠心？
久经误人啊！该说的不该说的全说了，分化期的事也瞒不住了。妈的，要不趁他还在洗澡，赶紧溜了吧！说走就走，我立刻掀开被子下床，手忙脚乱穿好衣服，结果走得太急，脚趾用力的踢上床角，疼得我立刻飙泪。沈寒章，石家勋裹着满身水汽出现，本来声音里蕴含怒气，一见我泪眼汪汪的坐在地上，立刻跑上前，在我面前蹲了下来。出血了！石家勋用湿润的手握住我的前脚掌，心疼又生气的说：“你就那么迫不及待要跑吗？”我缩了缩脚趾。石家勋，我去买药和创可贴，你好好待着，不准跑。15分钟后，他气喘吁吁的回到房间，我还在接我妈的电话。我妈气势汹汹的问我对人家林之乐做了什么，说林之乐回家哭了好久，让我去跟他道歉，又问我昨天晚上夜不归宿干什么去了，最后一锤定音，我就知道你跟那个 Enigma 不单纯。你说说你啊，好不容易分化成个 Alpha， 结果还是做了下面那个，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算了，认真处的话，有空让他再来好好吃顿饭，不然搞得人家多憋屈啊。石家勋在我身边坐下，握住我的脚踝，把我的小腿搭在他的大腿上。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想把脚缩回来，我自己来吧。别动！石家勋用了点力把我的脚掌固定，一边用双氧水清洗我大拇指指甲缝隙里凝固的血迹，一边问：“阿姨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没什么。”我听见了，他让你带我回家吃饭。我顿了顿，说：“他误会了，我会跟他解释的。”误会什么了？石家勋贴好创可贴，却仍旧没有放开我的脚。沈寒章，你又要对我始乱终弃吗？什么？我微微睁大眼，不可置信。谁对你始乱终弃了？石家勋说：“上一次你就说要当作无事发生，这一次还是睡过就想跑，这不是始乱终弃是什么？”我一口气差点没上来，我那不是怕你跟助理上床了，心里过不去吗？我过得去。石家勋迅速接话，定定的看着我，跟自己喜欢的人上床，我为什么过不去？我震惊了，你说什么？石家勋，我过得去。我后一句，石家勋笑了，我喜欢你。我的心咚咚的跳动起来，只好扭开头不看他，慌乱道：“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是因为我陪你过了分化期，然后我们有了临时标记，所以你容易对我的信息素产生冲动，等过一阵子就好了。你想开一点，所以你不喜欢我。”我说了这么多，石家勋一个问句就把我反杀。我不喜欢你，这句话我说不出口。我垂下了眼。你还是更喜欢 Omega 吗？如果确实是这样，那我不会再纠缠你。等你结婚的时候，我作为你的老板，或许还能给随一份大礼。石家勋放开了我的脚掌，走进洗手间去洗手。我发了会儿呆，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心里喷薄而出的情感，冲进洗手间里，从身后用力抱住了他。我喜欢你，石家勋，我喜欢你。至于辞退，好吧，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说起来，石家勋还挺冤的。他说他只是想要把我调去分公司任职。虽然我很舍不得你，但以你的能力，不可能一辈子在我身边做助理吧？我想把你调去分公司锻炼2年，等资历够了，再回总公司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结果呢？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这件事，你就跑了。紧接着好几个人打电话问你是不是真的离职了。沈寒章，你害我差点丢了个男朋友，又丢了个好员工，后来我就转去分公司工作了。分公司和总公司不在一个城市，距离倒不是很远，但我工作很忙，总是没有空和他见面。有次时，家勋要亲自过来分公司开会，会上我给他汇报了上一个季度的工作总结，他表示很满意。下班后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私人的表彰。他把我推倒在办公桌上，衬衫领带光鲜亮丽，唯独把我浑身上下都揉皱。沈总有没有反思一下最近对老板的态度有哪里不对呢？他带着那副冰冷的制药器，语气也很冰冷，只有体温很滚烫。我想要摘掉他的制药器和他接吻，他按住我的手，反思过了吗？我颇为不忿，挣开他的钳制，把他推回办公椅上。石家勋微微挑眉，沈总要造反。我抽出松松散散挂在自己颈间的领带，慢慢的将他的双手绑在一起。反对老板压迫，人人有责。现在
是我不允许他解开制药器了。他将头靠在我的颈间，想要咬我的腺体，却碍于制药器的阻隔，始终不能如愿，只能剧烈的喘息。我从他的脑后揪住他的头发，迫使他仰起头来。他的眼睛红得吓人，汗水如湿了长睫毛，额间一根青筋凸起，性感得很。我悠悠地说：“石总，有没有反思一下自己对员工的态度有哪里不对呢？”史家勋眼睛微微一眯，旋即发出低沉的笑：“你再让我反思反思。”